昨天我到了台东啊，跟了慈济人谈话，感受很多啦。这名称是岁末祝福。其实啊，我现在要到台东的机会很难，很少，只能一年一次。这一年不见的人再看见啊，特别是今年，感受很深呐。这个岁末祝福，连连的抱着感恩、送旧、迎新的心情去，都会相见甚欢。可是呢，今年呐、去年、今年就开始有了一种感叹呐、感叹的光阴分秒消逝过去，看到他们就如一面镜子，突然间照到了自己，真的很感慨啦！这种光阴分秒消逝，韶光也共交瘁啦。现在看到的黄老师，是我到台东，说来是60年前呐、初到台东。那个时候有一群老师热衷于佛法，他们呢也组成了在每一个星期在电台里呢弘法。我跟修道法师到来的时候，他们呢很欢喜，就开始呢推荐我们承担起了在电台说法，所以呢，他们呢就这样的一年不断的累积了，所以啊，时间在那里长不长也不长，还要寻觅。那个时候呢，在那样人群中啊，想了哪里才是我们真正的有自我理想，要发心立愿着力点，没有充足自己，如何投入人群？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了鹿野，在那里呢，看到了那个地方是一个王母庙。那虽然是王母庙呢，没有人住，只是呢早晚有人去拜，那我们就借住在那里，一直到了修道法师的徒弟到来了，要把修道法师请回家，那我就坚决不回去啦。这一段时间，修道法师回去，我就呢坚定留住在花莲。等到了成立了柯南慈济功德会，他们爆出了个案，我再到台东，那个时候黄老师还叫了我的旧的名字景书你原来就是功德会创办人哦。那就是我再回到台东的第一次，从敬师变成了正言，所以这是在那个时候的最大的蜕变开始，
台东的姻缘慢慢的接回来。那去了都在黄老师的家，黄老师的大哥也是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人物。现在呢，这一位老人家已经过去了，当初他的媳妇已经到达了那个时候的大哥的年龄，真正的人生蜕变得很快，已经老了一个个。虽然人的生态是老，可是呢，他们的心还是这样的精进的。一年年的过去，今年看到了感伤更多了，看到了这大南村昨天在台东现身说法一位苏美莲，当年是4岁8月15日，大南村经过了台风火灾，慈济人很大的力量去帮助。当初呢，我们要发放，慈济才开始给予他们很有感觉的接受的帮助了。只要现金、衣物，那毯子，那个时候呢是最高价的台历毯，这样的他们很有感觉，在一无所有拿到了这么厚的一大叠的毯子，他们很感恩那这位先生那一年送回了那毛毯，已经用的呢，安尼加薄去毛都脱落掉了，所以呢，他们送回来给我们做展示的纪念，现在还在静思堂。鹿野也有一件旗袍，那一件旗袍呢，是一位太太呢，我在鹿野，她很照顾，看到我穿的单薄，所以她呢就为我做纱。他们的王母呢也蓝色的，所以呢他们为我做了一件呢旗袍，现在挂在我们的静思堂里他要送给我，已经我人离开了啦，一直到了30年后，他就带了这一件呢来，他说真正是那个时要送你的啦，你就离开了，一直保存，除了那一件旗袍，还有一件呢被单，那一件被单呢，当他送来给我是白色的，而且呢压在箱子里，已经起了黄点啦。其实历史呢，真的在斑点里看到了。所以说来呢，光是这走过见人的那一份情，那一份恩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接触到，之后啦，也看到了物证不净他们的用心，他们的爱，总是跟台东那种人情味。他报个案来，我再回到台东，第一个个案开始50多年所以难怪呢，看到的人总是白发苍苍，感受感慨很多老的老去了，现在最期盼的中少年，中少的人
赶快出来接棒，这是最重要的事。期待我们各个地方都要让这一串种啊，不只是一串，哎，连串不断的，一串串的延续下去，还要让它更有分量的，安呢，这样无法度让慈济永恒。这个时代都是第一代的慈济人，期待我们呢，第一代的慈济人要连串下去。